欢迎回到 OG Film 影录。上一集呢，我和 Rose 跑到了老白的中古店 Barnhouse， 然后借助它的这个非常复古的场景，使用 NonCL42 拍摄了一组暗光的室内人像。我们当时呢也是特别满意它的表现啊，但是呢一回家一翻拍就发现，就是很多的暗光的周遭的一些细节全都丢失了。所以这个总结下来呢，肯定是我当时使用这个曝光使用不当导致的一个问题。所以上集说拔草的这些朋友，看看这集能不能再给你们种回草。然后这集呢，主要就是来聊一聊 NonCL42 的各项的功能的使用啊，注意事项 tips、优缺点，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买回这台机器，那你会不会涉及到更多的隐形的消费？这个咱们要聊一聊。So， 如果感兴趣这期视频呢，一定要一键3连支持一下。这里是 OG Film 影录，一起回开胃开回来，咱们开始吧。那咱们就从外观开始说起。拿到这台机器的第一时间呢，打开这包装盒，你可以看到这机器在里面，就感觉它确实啊，看着挺重，有点中画幅的那个个头。但是呢，当你又拿起来，它就又特别的轻巧，即便加上这个50 1.8的它这个 NOS 自家的小标头啊，这是一套装，也是觉得还挺轻的。打个比方，这俩差不多一般沉。毕竟啊，它又不是金属的，所以带着它出门呢，自然而然就不会像中画幅一样有那种疲劳感。优点呢是变轻了，但缺点呢肯定就是这个头有点大。所以咱们来看一看这台机器放在全画幅和中画幅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加上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金属镜头拿在手里，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分量的，但不会觉得有那种累赘负担的感觉。一 feel。除了重量以外呢，我觉得这台机器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的外形确实是比较可爱。虽然说它个头有点大，但是就是很像是吧早期胶片时代的那些经典的机型，就尤其是这上面这个单反的结构，像佳能的 A 啊、尼康的 F 啊，不都是这种吗？是吧？而且黑灰的这个配色也是早在2战时期或者1战时期就会去采用的一个配色，所以确实非常的讨喜。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配色以及这个造型的，没什么毛病。那之后咱们再来聊一聊这台机器搭配的一个卡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是不是？使用的是一个佳能的 EF 卡口，也就是佳能单反时代的一直在通用的一个 EF 卡口。相信一直从 Kickstarter 众筹网站上面就一直关注这个品牌的朋友，肯定是清楚，它之前最早的时候使用的是一个 M42的卡口，那为什么现在又转变成了一个 EF 卡口呢？我个人认为呢，肯定就是现在已经快2022年了嘛，然后为了提高这台机器的可用性，然后让更多的潜在的用户能够接受这台机器，那使用 EF 卡口这种万金油的卡口才是王道，对吧？而且 EF 卡口的转接环呢，相比较 M42口也更容易在网上买到。那从技术层面来讲呢 ，EF 卡口的法兰距是44毫米，这比 M42卡口还要短那么一点点，也可以理解为它拥有 EF 卡口可以更轻松的包容更多的镜头。那可能会有朋友问了，现在大多数人都会使用微单，索尼的微单或者是富士的微单这种，那我能不能使用微单的镜头来转接到这台机器上呢？答案是不可以的，因为就好比你使用索尼的 FE 卡口，然后佳能的 RF 卡口，还有徕卡的 M 卡口的这些镜头，无论是无反还是旁轴，它的法兰距设计的就比较的短，因为它并没有反光板的这个结构。相比这种有反光板的结构来说，它的法兰距是要短的多的，所以它是没有办法转接到这台机器上的。但是如果你有这些品牌的单反镜头的话呢，那是可以非常轻松的转接到这上面的。就比如索尼的阿尔法 A 卡口，美能达时期的早期的 A 卡口，然后还有就是佳能的 EF 卡口，正常的这个单反的镜头的卡口，还有徕卡的 R 口，这些镜头都是可以直接转接到 EF 卡口上面的。如果你非要把微单或者旁轴的镜头接到这上面呢，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无法对焦，只能使用最近的微距的每个对焦距离。比如这颗镜头是一个旁轴的镜头，它的最近对焦呢是0.8，那你接在这台机器上面，那它的最近对焦就变成了0.3。
然后它是没有办法，你拧这个对焦环是没有用的，它只能对焦到这儿，因为它的法兰距差了很多，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对焦，只能使用一个最近对焦距离。所以这样呢，我就把我手里边所有的这些各式各样的镜头转接到这台机器上，让大家来看一看，实际拿起来的效果以及拍出来的照片是什么样子的，这样是最为实际的。看完了各式各样的镜头以及其表现呢，大家肯定也发现了，这个 EF 的卡口它是一个被动卡口，也就是它没有电子触点，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实现自动对焦的，任何东西都是需要手动调整的。当然，这个想法也是很正常，因为毕竟它要适配更多的镜头群，所以它就只能是使用这种形式，设置电子触点就完全没有意义了。除了全手动的对焦以及调节光圈以外呢，它的相机的机身顶部还有一个齿轮状的快门速度调节盘。这个快门速度调节盘以及它旁边的按钮呢，这么乍一看就知道咱们这设计师肯定是徕卡粉丝。那快门速度转动的时候呢，各档位清晰，转动距离呢也适中。这个转盘离后部的距离呢，在握持这个机身的时候，我大拇指调节速度盘是非常方便的，没毛病这样。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当你在转动转盘的时候，它会有那种摩擦的声音，呲呲呲的。这个让我就听起来有点廉价，不像徕卡的那种每个档位极其的清晰，而且每一次拨这个速度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哒哒哒的声音，显得很高级。那速度盘旁边的快门按钮呢，设计的也是比较到位，手指放上去的话呢，也是相对来说挺舒服的。但是我个人呢，还是倾向于这个快门按钮再做大一点。不过这个原厂的这按钮呢，可以拧下来，然后这里边呢，也是一个早期胶片机一直在使用的那种通用的螺口，方便你去把快门线安上去，实现闭门慢门，防止机震和手震。这个设计还是非常非常到位的，非常贴心。然后这个快门按钮刚说到，就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小。如果介意的朋友呢，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种徕卡的快门按钮，那个会相对接触面积大一点，你的指度会更加的舒服。这个快门按钮呢，摁起来其实挺舒服的，算是一个我能够接受的一点吧。不知道大家觉得呢？不过说到防止机震和手震的点呢，这个机器使用的这个反光板结构，确实它的震动和声响都是很大的。所以当你在触碰快门按钮的时候呢，它是有两个声音的，第一个声音是反光板抬起来的声音，第二个声音才是快门闭合的声音。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切记，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点。很多人可能第一上手的时候没有看说明书，所以导致你拍出来的照片可能是虚的，那是因为你在第一声响的时候，反光板抬起来的时候你就动了，所以这导致你的照片是虚的，因为它的第二下才是快门。这两个声音间隔呢是有0.5秒的间隔，这个可能也算是一个设计上的一个妥协吧，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震动确实是挺大的。刚才呢也说到了，这个快门其实里边是有螺口的，可以接快门线，也就是能够实现闭门。那可能有的朋友就感兴趣了啊，那它能不能实现双重曝光呢？也就是咱们所谓的重曝。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往往傻瓜的这种拍立得都是电子的，它就是靠电池来驱动，然后拍一张出一张，或者是有一个按钮拍2张出1张这种。那这个呢，它右侧是有一个手动的出片的按键。这个东西你只有长1.5秒它才会出片，如果不摁这个键的话呢，你可以反复一直的去曝光它，所以就实现了一个多重曝光。我觉得这个在拍立得的机器上面还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对不对？感觉现在我还没有碰到过第2台机器能够实现这种功能的，最多就是双重曝光，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不过当你在想实现重曝的时候呢，你就要反复的去做同一个动作，也就是推这个拨杆。
这个拨杆虽然它是使用这种类金属或者 whatever， 这是一个什么材质做的，它也是上面也做了一些的圆滑处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到位。当你在反复推的这个拨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很硌你的大拇指。虽然到不了说让它受伤的程度，但是也是让我觉得有点膈应的。如果后期能够改进，加一个黑色胶套类似的东西，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觉得那就再好不过了。刚才咱们还说来着，就是这个快门速度最高只支持到250分之一秒，甚至50-60年代、60-70年代的机器也都是最高都能到500分之一了。为什么这个才涉及到250分之一，就有点想不通。我呢也不太清楚，不过呢，我是觉得啊，在我使用方面，尤其是白天的时候，开最大光圈、最快快门速度，然后测个光，结果4000分之一秒、8000分之一秒，所以这也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隐形消费，就是在白天出片的时候，如果你想配合你的镜头实现大光圈全景深，那你就必须要来一个 ND 点光镜，价格的话怎么也得300到500吧，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隐形的一个消费。当然，其实如果你只是倾向于使用35或者50的头的话，大部分的老镜头基本上就那么几个口径嘛，对吧？58、55、52、49，也就是这样了。所以3个转接环，一个58毫米的可变 ND， 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So， 快门速度即便是250分之一秒，我也可以完全的接受。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它的这个机顶的热区闪光灯也是可以同步250分之一秒的闪光同步的，这个还是 OK 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闪光灯只能使用这种金属底座的低压闪光灯，这种闪光灯现在选择还是比较少的啊，也算是另外一个隐形消费的部件。这个部件呢，其实在你在白天补光的时候，背光的情况下，或者是暗光条件下充当主光都是没有问题的。而这种低压闪光灯呢，价格也是比较的便宜。你像我这个维卓式的50块钱二手收的，那就非常的轻松啊，携带也非常方便，也很小巧。我自己呢也是试过我的各式的一些老的闪光灯，这种高压闪光灯或者支持低压触发的闪光灯，答案呢都是不行。感兴趣闪光灯的朋友呢，也可以去 Nonce 的官方账号来查看一下他们的文档，我会把链接附在简介上。那当然啊，除了这些看似复杂，但是实际使用起来比较简单的这些功能以外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放在最后跟大家说，就是全画幅镜头转接之后，由于相场覆盖不足所导致的一个暗角黑边。这个东西还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可以看一眼我最近拍的这几张照片，就是以直接转接镜头到这台机器上拍的一些照片。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呢，是由于这台相机使用的是 Instax Mini 的相纸嘛，这台相纸其实换算成咱们已知的画幅来比较的话呢，它是要比中画幅645这个画幅还要再大一点点，所以如果说你是用全画幅的镜头来拍，那肯定是覆盖不了。考虑到大多数用户都会转接全画幅的镜头来使用，所以厂商呢也研发出了为了增大相场到中画幅尺寸的1.8倍增幅镜。这个镜子呢长这个样子，无非就是厚了一点，长了一点，然后你的镜头的焦段也会有，肯定也随着这个有了变化。然后连带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它的这个老式的取景窗，这个取景窗使用了增幅镜以后，它就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类似索尼那么一个手动放大对焦的这么一个取景窗，也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实物已经对上焦了，但是你的这个构图是完完全全要靠蒙的。当然起初肯定是要靠蒙，等你拍个2-3组的时候，就大概能够掌握它的这个画幅是什么样子了。这个取一个中，然后呢，你要再挪一挪，是吧？跑一跑的，然后把你的主体想放在哪里，就是反正就是还是得蒙加摸索，然后最后达成这么一个你和这个机器的一个默契。完成2-3组以后呢，我觉得磨合好了，这个废片的几率肯定会大大降低。但是这算是一个缺点了。我觉得如果说你特别在意就是这个取景窗，特别在意这个构图的话，你也可以使用外部的取景器，像那种老式的柯达的、福伦达的这些，有便宜的肯定是也能选，或者是毛子的这些也都有，那种什么转轮的取景器啊都可以的，反正选择也是多。但是这个呢，也确实是一个算是隐形消费吧，把它算成可能性的隐形消费，就是如果你使用了增幅镜，那这个取景器就相当于只是一个对焦辅助，对你的构图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你还得使用一个小的外置取景器来尽可能的帮助你做一个完美的构图。是这个样子。所以加上增幅镜呢，好处就是暗角变少了，但是呢，你却损失了2档的曝光。不过贴心的呢是厂商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它的顶部的这个测光表，它有一个内置的测光表，它的测光窗口呢是在这里，是在 logo 的旁边。这个测光呢是可以
采取的是一个平均测光吧，大概是，就是如果是你是一个大的场景，它会算出一个综合起来的一个数值。如果你对激光线有很足的要求的话，我尽可能还是推荐你使用测光表，甭管是机械的还是现在电子的，测面部的光线啊，可能会更好的对你这个成片有所帮助。然后内置的一个测光表呢，也算是很准了，非常准了，跟我那个手动测出来的没什么太大区别，无非就是光比特别强的时候，你要去考虑一下得与失，就是这种问题。而这个测光表呢，也是有2种模式，一种是带增幅镜的模式，一种是不带的。带了增幅镜的话呢，它机内的测光会自动增加2档曝光。不过以我个人拍出来的废片帮大家踩个雷，在更暗的环境下呢，参考机顶的数值的前提下，还需要在原有的数值上再加半档到1档的曝光，也就是在你最大光圈的情况下呢，还要再把你的快门速度调慢1档。最后呢，就是它的这个机身内置的电池了。这个电池原先使用电池，现在呢则是 Type-C 充电了，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这个电池呢一共有3个作用，一个呢是给顶部的这个内置测光表供电，另外一个呢则是给这个滚轴显影出片系统的一个供电，这边手动按键。最后一个呢肯定就是这个快门的闭合了，这个没有电不开机，它只有反光板这个机械的结构，快门还是通过电来驱动。还有一个算是注意事项 tips， 也算是一个小缺点，我认为的一个，就是因为它设计这个增幅镜的时候，就是以它自家带的这个50-1.8，它就是以这台镜头为蓝本来设计的这个增幅镜，所以如果你的焦段变长了，像是85、100这种的话，那它的黑边的控制就没有50上面表现的那么好了，这个也算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也就解释了我用阿萨特的这款100毫米2.8的镜头来拍出来的照片，表现出的样子黑边还是很明显，虽然说没有那么圆了吧唧的那么一个边边了，但是呢，它确实看着还是挺膈应。如果是你想要风格性的出片的话 ，OK， 但如果你就是想简单的拍一些普通的东西，人或事儿啊什么的，可能会就觉得有点反差过大了。所以尽可能的还是使用35啊、50这种镜头来转接。总结来说呢，这款 Nonce SL42 相比最早的其原型机已经做出了很多的改变。在不复杂的光照场景下呢，即便是新手也可以轻松的拍出美好的拍立得照片。但就像我这集列出的种种 tips 以及隐形消费，他们的改进空间呢是巨大的。据说呢，他们明年初也会推出使用 SQ 方形相纸的可换镜头拍立得机型，所以我是非常期待接下来看到更多来自 Nonce 的胶片产品。无论如何 ，Nonce SL42 的潜力是无限的，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感兴趣的朋友更可以去关注其官方账号，我也会附在简介中。如果大家喜欢这期的内容，一定要一键3连支持一下。这里是 OG Film， 一去不会 Cap， 咱们下期见 ，Peace。